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小小财税通。随着5月份的到来，加拿大1年1度的报税季也拉下了帷幕。不管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请会计师，报税都是每年初加拿大人面临的一项大任务。其实大部分的税并不那么复杂，尤其是有雇主拿 T4 的，所以有不少爱动脑筋的人也喜欢自己琢磨在网上报税。而市面上很多针对个人的报税软件也是设计得非常的用户友好，让小白也能上手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同样的一份材料也许能够报出不同的结果呢？对于报错的情况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。另一种情况是，两种在税务局看来都是正确的处理方式，可能会导致不小的退税结果差别。而退税金额较小或者交税金额较多的处理方式，由于并没有任何错误，所以很可能报税人也无从知晓。所以会计事务所经常有一句话，你在税务上吃亏，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察觉，也毫不知情。下面我就和大家举2个简单的例子。第一个故事，王女士几年前把自己的母亲团聚移民到加拿大。王女士自己也是单身，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。她这几年都给自己和母亲通过网上软件报税。毕竟多年以来，给自己报税也是她的习惯。母亲的税比她自己的更简单，所以全部都自己搞定。去年因为积极投身股市，为了避免报税出现差错，她找到会计，希望能帮她处理税表。了解这些情况以后，会计问她：“你过去3年报税吃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能帮你从税局每年要回来1000多元，3年大概有4、5千。”王女士非常惊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王女士是单身，她的母亲符合 eligible dependent 的定义，所以王女士的税表可以在联邦税那一栏再加上 eligible dependent amount。由于母亲收入很低，所以每年王女士可以根据这项申报少交1000多元的税款。例如，如果有1万的 eligible dependent amount，可以为王女士省税1万乘以 15%， 等于1500元。这个例子中，王女士不把母亲列为 eligible dependent， 和母亲分开处理，交上去的税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税务局也不会去找她。而如果不是和会计交流，王女士也无从知晓自己竟然默默地损失了好几千元。下面我和大家说说第2个例子，关于医疗费用的抵扣。刘先生去年收入10万，刘太太去年收入5万，他们去年总共有1万的医疗费用可以申报。等会计处理好税表给他们看时，刘先生问：“为什么要把医疗费用放到太太名下 claim， 不放到我名下？我的收入更高，效果不是更好吗？”刘先生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疑惑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，肯定是放到收入高的一方抵税合适。其实这种误解主要来源于他不明白，医疗费用是抵税金 tax credit， 而不是免税额 tax deduction， 所以不管收入是高是低，其联邦抵税作用是固定的，在这里都是乘以15得到实际抵税金额。既然如此，放刘先生名下和放刘太太名下有什么区别呢？还是没有区别。给大家3秒钟时间思考一下。3、2、1，好，答案揭晓，有区别。医疗费用的抵扣是要将总费用减去收入的 3%， 最多减去2397。刘先生的总收入是10万，收入的 3% 是3000，因为3000大于2397，所以他取小值2397，因此他可以抵扣的费用是1万减去2397，等于7603。而如果放到太太名下，因为他收入的 3% 是1500，所以能抵扣的费用是1万减去1500，等于8500，所以放在收入较低的一方名下，抵税效果更佳。以上2种情况，我们有个专门的词叫做 optimize， 优化。有些税务软件设计的比较好，会自动帮报税人优化结果。
例如上面提到的医疗费用，如果一个家庭的税表在一起处理，就能自动优化出比较好的结果。如果双方分开来处理，可能就不会出现最佳处理结果。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会被税务局接受。另外，有些优化是需要会计师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处理的。例如第一个故事中的王女士的例子，说到底，再强悍的软件也离不开一个聪明的大脑的把控。所以，掌握报税的一些基本常识，已经是每一个积极报税的人的必备武器。只有知其然，并且知其所以然，你才不会在税务上吃亏哦。最后，我需要告诉你，我的频道是分享一些基本而重要的税务和投资知识的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，请赶紧订阅吧。See you soon!